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19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本周美股单边下跌，是连阴让多头再次遭受打击。在当下震荡的美股市场不确定的环境中，交易难度将大大提升。阿哲的建议是，短线交易赚钱要跑，当前的空头要注意再次的获利兑现，下周反弹可能会出现更好的空方入场时机。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先看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68期，阿哲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会讲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阿哲还是会通过稀有长阳30分钟图表和空间技术点位的预测来讲解本期视频的主要指数观点。在讲完指数环境之后，我们第二部分和第3部分主要就是个股的解析环节，分别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SQQ、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皮尔提亚、谷歌、SMCI、亚马逊、台积电等以上个股的解析。如果您是今天第一次来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那么这里要提醒一句，因为阿哲所分析的标的一般会比较多，所以视频的时长往往会比较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那么阿哲的建议是点开视频底下的这个3角，点开之后您会看到阿哲所有内容的时间轴，每一个对应的时间轴您点击之后会跳转到那一部分个股的解析，这样您就可以快速的去找到您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当然这里阿哲建议的是第一部分无论如何最好不要跳过，因为对于个股的解析、个股的买卖点，我们往往会通过指数环境来去结合分析。比如说当前的指数如果依旧是看跌的，那么哪怕有些个股出现买入点，一般也会忽略不计，亦或者是清仓去试错买入。所以第一部分的指数环境分析是一个大方面的解析，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跳过。而假如您是阿哲频道的老同学，那么希望从第一部分到最后能够完整的认真观看，更能够明白阿哲当前的行情观点。我们现在来到第一部分有关稀有长阳的解析。在上期的视频当中我们其实有讲过，甚至呢最近我们其实都在讲，在这根稀有的长阳线出现之后，我们一直有去讲到后续怎么去看的问题。这里主要是复习给一些新来的同学，让他们能够去得知，所以老同学可以作为复习再听一遍。所谓的稀有长阳是纳斯达克指数在10%以上的上涨阳线，这种阳线最近40年只出现了4次，而最新的一次就是2025年4月9号，我们当前正在面对的行情。在这种10年难得一遇的 K 线底下，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们先看到这几条规律，就是每一次稀有长阳出现的时候，它都不是牛市，每一次都是在熊市的下跌当中才会产生这种稀有长阳，而后每一次出现，它往往都不是一个底部，很多都是熊市的半山腰，亦或者是接近底部还有下跌空间的一个位置。同时的特征还有每一次出现稀有长阳，它的第2天都是下跌的，包括最近的一次，它的第2天是不是也是大幅的一个调整下跌？而最后就是每一次出现大阳线支撑位上的止跌，容易出现反向的行为，这也是我们在上期视频所讲到的。所谓的稀有长阳的支撑，一般呢就是大阳线的中位线，我们在之前的盘前解析有提到，这个支撑点位为下跌的第1目标位，而后第2目标是大阳线的最低价格，我们叫做大阳底具有支撑。目前稀有长阳的中位线是16236.61，而在这一根中位线下，指数是不是出现了跳空下跌？本周跌到这个价位后，周3、周4都是以长下影线去回踩了支撑位，所以对于某个支撑位能够一直的用影线去回踩，而不是收盘跌破，说明这个支撑位至少目前来讲是有效的、可靠的。而假如在行情走势当中不跌破大阳的中位线，那么这里出现止跌阳线，我们则后续可以看一个反弹。假如这里出现长下影线止跌，但是没有收阳，而是继续的以一根阴线再次下破大阳中位线，那么我们认为市场的下跌空间还有不少。这就是我们上期视频的一些观点。而这里呢，阿哲要再加一句我们的一个规律了，在之前的3次的大阳线后的回撤当中，其实很少有在大阳中位线去止跌的。我们看到第一次稀有长阳是在2000年12月5号，这一天出现的稀有长阳之后，股价后面的调整，第2天是不是必跌？而后价格的回落过程当中，是不是中位线是被跌破的？
价格是临近大阳线的底部才出现止跌，而后上涨去创了大阳线的高点。而我们第二次的稀有长阳是2001年1月3号，这一根稀有长阳后，股价的下跌，大阳的中位线是不是也被收盘给跌破？而价格是在盘中去下探，去试探前方大阳底的支撑时，出现了明显的长长下影线，而第二天反包，然后才去突破大阳线的高点。而在第三次呢，2008年10月13号，这一根稀有长阳第二天是不是也是调整的，出现了负线，而股价呢把大阳线的低点给跌破了，所以这一个是最弱势的一次稀有长阳，价格跌破反弹，但是都无法去突破大阳的高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规律，就是稀有长阳产生之后，很多时候它会跌破中位线，而后它在大阳底附近寻找一个支撑，如果有效并出现反包阳线，则再次能够去突破大阳的高点之上。而假如对于大阳的底没有找到支撑，而是很快速的跌破，那么我们认为价格的走势将会转弱，很难去突破大阳的高点。后续每次的上涨，在大阳的中位线将会出现一个压力，后续在大阳底下的反弹，每一次要么是在大阳中位线出现压力，要么是在大阳的底出现压力。那么对于前期的规律有一个总结之后，我们来推演一下目前第四次在2025年4月9号所出现的稀有长阳它的一个行情走势。我们认为大阳的中轴线它不太容易撑得住，很多时候它会被跌破，不会在这里出现明显的再次的反攻，除非这里真的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包阳。那么在此之前，阿哲的观点是它会和之前一样去寻找大阳底，亦或者是大阳底部这附近区间的支撑，出现明显止跌反包阳线之后，才会产生一波强势的反弹。而在此之前，如果在大阳的中轴线附近没有产生止跌行为，千万不要随便的去抄底买进，多头不要轻举妄动。但对于空方来讲，因为下跌遇到支撑，而后有所止跌，2天都没跌破，所以空单你应该略微的或者说分批的开始获利兑现了。因为你难保它这一次会在中轴线止跌产生强势反弹，所以这里开始应该逐渐的去在支撑位附近获利兑现，手中剩余的一些空单可以等到明确的止跌反包阳出现之后再去进行一个彻底的了结，亦或者呢是下周如果再次有出现大幅低开的情况，那么直接可以获利兑现，在大阳底附近寻找多单的机会。那么以上内容就是对于之前的稀有长阳我们再次的总结，以及对于接下来的行情再做一个简单的推演和判定。更加详细的应对策略，我们也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30分钟的走势图。在这个30分钟的图表当中，我们依旧关注一根均线，就是170周期的均线。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在前期这个低点产生强势反弹中，其实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去突破170的均线，而当前呢是在大阳的中轴线附近产生了止跌，但这个止跌反弹的力度其实也不强，目前为止也还是没有去触碰170均线。如果以股价的波动来说，很多时候价格的走势真正会面临到一个反弹点，亦或者是止跌点，它往往会采取的是3波，亦或者是5浪的结构。像前期这里价格见到低点之后反弹，是不是一波上涨，一轮回调，再一波上涨，再一个回调，而后再一次的上涨，产生了上涨当中的5浪结构，而后市场出现了下跌。而如果下跌也能够走出5波的结构，那往往也能够产生某些支撑位上的强力结构、强力反弹。现在呢是价格出现了一次的下跌，而后一次反弹，再一次下跌，而后再一次反弹。那么也就是说，距离5波的结构形成，是不是还缺一次下跌的止跌动作？那么再结合我们前面对于稀有长阳的判定，那么30分钟如果能够再次产生一个破底行为，那么下一次的止跌点将会更加可靠，并且级别会更加大，更容易产生更强势的反弹。而在30分钟底下的空间支撑上，我们可以看2个价位容易产生这种结构的止跌点。第一个就是前面这一波下跌，当边下跌时所产生的影线的下沿，另外一个就是前期这根当针探底阴线长长下影线的这个区间，这2个区间可以作为5波结构最后一跌它止跌的2个点位，可以在此区间内去观察是否有止跌的 K 线产生。
当然了，阿哲说到这里，肯定也有同学有疑问，它一定会破底吗？它如果不破底，直接走上涨，延续前期本周的反弹可以吗？也是可以的，但这个反弹它的结构就不完整，并且它的空间也相对有限，那么就继续，如果不破底，就继续观察这波反弹对170突破是否有效，站上170看2根30分钟 K 线是否能被突破。老同学应该知道阿哲想表达什么，新同学可能还不太懂。什么叫突破后看2根30分钟？对于170的有效突破，我们来看到这里，像这个点位，它这一天收盘是没有突破170的，所以先不用管。那么在突破170收盘站上的第一天，则标记为1号 K 线，第二天标记为2号 K 线。如果对170要有效突破，那么这2根 K 线选最高价格的那根 K 线能够被突破，才能意味着170的突破力度是够的，才更容易有效突破170。像前期这里突破170，只突破了一天，第二天就跌回来了，这是做空的机会，而不是去看涨的机会。所以截至目前为止，在本次的低点反弹到现在都没有出现30分钟170被有效突破的迹象。所以如果这里不破底而继续去往170走，那么其实空间上是有限的，那么时间也会变短。而假如能够在破底之后找一个支撑，再往上去看，是不是空间上就会变大许多？哪怕下一次依旧不突破170有效，那么是不是反弹的空间那么也是相对可观的？所以这里就是阿哲所认为的，他去破了底之后所产生的反弹将会更加的可观和容易把握。而如果不破底，直接出现反弹延续，那么这个位置则极容易又是一个小反弹，然后又出现下跌。我们总结一下30分钟的走势，更希望能够在破底之后产生止跌反弹，那么这是一个多单比较好把握的机会。而假如不破底延续反弹，在下周将会找到空方更加直截了断再次进场的机会。以上就是对于指数环境、稀有长阳和30分钟图表我们再次的跟踪，希望这对你下周的一个操作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照常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上一个赞，依旧支持阿哲的一个创作。如果您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也希望您可以点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一句宝贵的评论，感谢老同学依旧的支持和点赞评论。而假如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在有所收获、对您有帮助的情况下，那么也可以点击阿哲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您会显示已订阅，那么这个时候您就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粉丝观众，未来能够一起学习。而如果您想更及时收到阿哲的每期视频的通知，可以点开全部铃铛。在点开之后，阿哲未来的每一期视频都会在发布之后首先通知到您。感谢您在首次相见就能够订阅阿哲频道，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小节，关于空间技术点位的分析。所以空间技术点位分析是阿哲每天在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更新的一个数据。如果您是订阅观众，就能够在开盘之前收到阿哲的盘前解析。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周的盘前解析回顾。那么本周呢是4个交易日，周五呢是休市的，所以阿哲呢在本周是更新了4篇盘前的解析内容。那么在周复盘行情视频当中，我们就简单做一个回顾。在周一4月14号，阿哲当时提到，熊市当中如果出现高开强势的突破行情，那么往往高开就是短线风险点。在周二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决策的假阴线，它属于运线高点压力出现了回落，当股价收盘跌破16831.48后，要小心后市应该是看跌的。周二虽然是10日新，但是收盘其实跌破了，这一点大家可以去回顾。后续市场在周三出现了暴力性的下跌跳水，而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在当时盘后以利空为主，英伟达出现了带头的跳水，芯片股在当天出现了集体的大幅低开，所以美股在当时出现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而这里阿哲也讲到了大阳中微线的支撑，包括在周四时也反复强调大阳的中微线出现支撑，等待止跌反包阳线再去看涨。同时你也会发现，在每一期的盘前解析当中，底下都会带有一些点位的预测，这是对于日内高低点压力支撑的一个判定。如果是做日内短线的同学，他对你应该会有一些帮助。而这个点位除了日内交易的同学有用之外，你也可以在日线上判断多空之间的博弈是谁胜谁负。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右侧的图表，这个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而在图表当中的 K 线，它底下有一些红灯和绿灯的表示，它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它指的是当天阿哲盘前所给到的预测
低点支撑被收盘跌破了，那么这一天空方就很强势。在熊市市场当中，红灯代表空方的点，以及市场当中容易延续下跌的点。那么绿灯就是相反，阿哲当天所给到的预测高点压力被收盘突破，那么它往往代表的是市场的多头开始有所转变，开始变强。所以红灯代表空方强，绿灯代表多方强，而无灯状态往往代表惯性的某个方向的运行。我们再看到周三 K 线，它是一根红灯，当天呢有大幅的低开，所以这天的红灯毋庸置疑是空方很强势的表现。而在周四的这一天是一根晕线的状态，股价呢没有创新高，也没有创新低，所以从价格表现，再加上它的底下是无灯的，没有绿灯，没有红灯，所以说明这一天股价走的是一个惯性的下跌，没有出现加速继续的红灯，而是一个惯性还在红灯之后的下跌途中。所以这根 K 线不能代表止跌的含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在周一的时候预测的高低点。周一纳指的日内压力是 16,347.48， 而低点支撑是 16,120.14。 如果股价在大阳中位线这里出现了周一收盘突破 16,347.48， 那么就是一个明确的支撑位上的绿灯 K 线，那么这里将能够看涨往上去看，而这就可以作为在支撑位上的一种明确止跌启动的信号。而假如下周周一的收盘价还在这个低点之下，就说明目前的空头还保持一个加速过程当中，那么手中所还留有的空单，那么就继续持有盈利即可。我们需要关注在大阳中轴这个支撑位上所出现的绿灯止跌信号，以及在大阳底这附近所出现的绿灯止跌信号，这是我们要去关注的。而这个点位在每天盘前阿哲都会更新，所以您只要是订阅观众，今天订阅阿哲，那么在后续本周的每天盘前，您都可以去好好的关注一下何时产生绿灯，何时空方要彻底撤退，而后多头也可以相对去博弈即可。那么你如何能够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收到阿哲的这个盘前解析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今天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在订阅阿哲之后，看到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在这条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的联系方式，您点击那个链接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但找到助教还没结束，因为助教老师每天接受很多同学的咨询，所以他不一定呢会知道您想要干嘛，您需要明确的告诉助教您所需要的一些内容。这里阿哲建议大家发送一个盘前口令给到助教，很简单，您只需要在找到助教之后发送盘前2个字给到助教，在收到盘前2字的信息之后，助教老师就知道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频道，并且希望在之后能够收到阿哲的盘前解析信息。这里阿哲要告诉一下我们的新同学，为什么会有每天盘前的解析，这一点其实是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对技术分析感兴趣以及坚持学习。阿哲每天的盘前解析所用到的知识点都是曾经或者说现在教学给大家的一些技术分析的方法，阿哲是怎么教的就会怎么去用。那么在盘前解析当中，你可以看到阿哲用的一个效果，以及在当下行情怎么样去具体用哪种方法，所以它对您的技术分析学习会有一个实战当中的促进作用。但这里要注意了，仅靠文字性的提醒往往是不够的，您的进步可能会比较缓慢。所以为了大家能够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对于技术分析更能够快速的掌握和用于实战当中，我们同时还准备了其他的3重福利。刚才所讲到的第一个福利是盘前解析信息点位的预测，而另外还针对其中最热爱学习、最喜欢技术分析的同学，有设立了粉丝学习小组，专门作为知识层面上的答疑解惑。当然这里要注意，阿哲说了是只为一部分同学所准备的。那您应该怎么让阿哲知道您是爱学习并且喜欢技术分析的同学呢？很简单，您只要能够参与内部的知识教学，能够参与内部的1节直播课程，您就有机会能够加入。当你收听了其中我们内部的1节不公开的直播课程之后，完成一次课程当中所布置的老师的课后作业，那么再提交给助教老师审核通过，作业完成及格，那么他就会邀请大家进入到粉丝学习小组当中了。接下来阿哲也告诉大家，在本月月底我们最后一周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课程。从4月22号开始，我们会讲到奇隆绝技的4种方案。
如何能够找到市场当中的龙头，如何能够骑上龙头？那么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会分享4种方案、4种方法来告诉大家，在当下行情怎么能够更加容易、更加方便骑龙绝技。以上的课程是从4月22号到4月25号，课程的时间都是香港时间上午10点。如果您的时间允许，能够参加我们的直播课程，那么只要参加1节，完成1节的课程作业，您就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学习小组。也希望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也能够在本周参与本次的系列课程。希望我们在内部课中能够再次的相见。如果您想要报名参加，那么记得找到助教老师之后，除了发送盘前口令，您也可以给他发送一个报名的口令。那么报名的口令助教在收到之后，在未来开课之前，他就会专门发送听课链接给您。那么在此，阿哲再次感谢各位新老同学今天的点赞和订阅支持。我们接下来来到个股解析环节。刚才所讲的是指数的环境，对于指数环境，你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之后，你就会知道阿哲当前对于多空的看法，以及一些关键点位上容易出现反转的价格。接下来，我们在知道了大环境情况之下，再对个股有一些更深层次的解析，更加针对性的讲解。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我们先从特斯拉的空间层面上去进行解析。目前大家所看到是特斯拉的空间图表，我们依旧要再次提醒一个支撑价格，就是前期这3根 K 线所产生的反转结构之后，它构成了一个价格的支撑重要区间，也是反转支撑区。它分别是 233.04 和 229.01。 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你应该还清楚的记得，阿哲在之前这3根 K 线产生之后，就一直跟大家去讲，在波段上看涨特斯拉，那么只要 229.201 不被有效跌破，那么特斯拉这里将是一个波段底部行情。希望在此之后没有出现特别强势的上涨，但是不是整体在这里出现了震荡，确实止跌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样的，底下有支撑，而在上方也有压力。在上方有一个 287.13， 也是这一次强势反弹最后的一个高点。而后呢，在 267.92、257.34 这之中也产生过一些震荡反弹，最近是不是也产生了一个压力？所以当前的特斯拉在蓄势过程，底下有重要的支撑，上方有3重压力，价格已经慢慢的在收敛，从前期能够从229到287走出一波反弹，而到现在跌回到 229.201 之后，反弹是到不了287，它是到了267，所以股价是不是整体在收敛？在最近它又回踩了，这次回踩没跌到229，而是跌到233，是不是特斯拉它的一个高点和低点都不断的在收窄？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这个整体一个下降三角形过程当中，它的方向选择目前是非常靠近这个收敛的极限了。而下周有一个事件作为推动，就是特斯拉的一个财报。当财报发布之后，市场将会面临一个方向的选择。它如果选择向上去突破，那么这里将会把之前积蓄的力量往上去突进。而假如它选择的是向下跌破 229.201， 那么特斯拉将开始新一轮的下跌。所以在这个区间之内呢，不要随便的压住方向，不要随便的去重仓去买入特斯拉。我们需要等待方向明确之后，去选择一个方向去逐渐的加仓。这是特斯拉在空间上阿哲给到大家的提醒。接下来我们讲到资金和动能方面的短线解析。当下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红绿灯，下方是 BBD 的资金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底下的零轴资金是不是已经非常靠近零轴？我们说它这个零轴是什么作用的？就股价如果上穿零轴，它其实容易是反弹当中的高点变盘，而如果价格是下穿零轴，它容易是低点变盘。你会看到最近的，比如说这里也是上穿，是不是只要是下跌反弹有穿透，这一天刚穿的地方，它就容易是高点变盘。它只要确认高点不被突破，有压力，低点被跌破，是不是高点变盘就确认了？而股价下跌下穿这一天，是不是低点变盘，低点有支撑，是不是展开了反弹？在这个位置反弹时呢，因为太过于强了，这个短线反弹，这一天立马就上穿了，一上穿高点有压力，是不是低点目前也没被跌破，出现的是一个震荡的高点？而当下的特斯拉，只要周一不出现大涨，
周一不是明显的上涨阳线，这个地方很容易在震荡以及下跌当中出现下穿，一旦下穿就是另外的一个变盘点。什么变盘呢？是上涨后的回调变盘，这种回调变盘将是一个低点变盘。这根 K 线如果下周一是一根震荡的 K 线，或者说下跌的 K 线，那么这一天就是一个变盘低点的可能。所以当你对 BBD 资金指标有一定的预判性之后，你就会知道了，下周只要再收一根阴线，只要再下跌一下，那么这一天就是一个变盘 K 线。如果是大跌 K 线呢，那么就肯定它就是一个变盘的 K 线产生。那么我们要关注了，周一为特斯拉的变盘点。在动能上，股价是不是出现了绿灯后缓慢震荡的惯性上涨，然后出现了一个红灯，红灯之后呢没有继续接连出现红灯，所以当前的下跌力度不是很强。如果在之后能够产生绿灯，那么效果会更好，因为出现绿灯只要不是大涨，其实也是有机会是变盘低点的。我们看到周一股价的预测高低点，周一它的预测高点压力是 242.855， 低点支撑是 236.198， 关注这两个价位，周一它的一个关键价格。如果您是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您也可以看一下到时候阿哲盘前所发布的具体消息。以上呢就是特斯拉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股价的走势在受到消息面影响、关税冲击之下，那是不是股价的运行出现了大幅低开？而后在周四的时候，大家呢是没有创新低，出现晕线的，而它是一根再次的下跌阴线，说明特斯拉还是首当其冲被资金所流出、所抛弃。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103是目前所接受到的支撑，这个支撑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有效的，但是在周三出现了下影线支撑有效之外，在周四又出现了再次的收阴下跌，而且阴线实体有过半，所以目前的情况属于103初步确认跌破有效，那么空间将会衍生到下一个我们的 93.65， 那么将是一个再次的下跌空间的打开。除非周一立马再次收回，否则我们认为空间将会慢慢延续到 93.65。 而在资金流出首当其冲的个股当中，哪怕接下来指数真有反弹机会，是不是也不能随便去买进这样的前期比较抢跌的个股？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资金和动能层面。目前我们看到英伟达的 BBD 资金，它的资金表现其实和特斯拉有一点相似，因为它是不是也出现了上穿之后，哪一天是上穿？是这根大阳线的时候上穿，出现了高点的变盘，在高点变盘而后股价出现回落，当前呢是在大阳的底部附近有寻找支撑的动作，而这个下跌时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流出？当前离这个零轴虽然没有特斯拉那么近，但其实也很容易达到了。周一只要出现下跌，相对强一点的下跌，在有大阳线支撑的位置上出现 BBD 资金下穿低点变盘，是不是很容易是一个反弹的产生？所以为什么说下周指数很容易出现反弹，就是因为英伟达、特斯拉等一些重要的个股都面临一个低点变盘的接折点，而后他们也都在大阳的底这里在开始寻找支撑。所以只要不是英伟达在下周直接出现一根阴线把大阳底跌破，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在周一不止特斯拉容易是变盘低点，英伟达也有机会。英伟达不是周一，那么也就是周二，反正延续下跌，要么周一要么周二就是变盘低点。而在动能 K 线上，是不是这一天是一个红灯？红灯之后的下跌虽然依旧表现强势，但是它不是红灯，也就是说它还是在一个延续下跌的动作当中。所以在周一最好不要出现红灯，而如果能够有绿灯，是不是也更好一点？它不一定得要下穿才会止跌，如果在这里再次翻绿，是不是再次出现绿灯也是比较不错的？我们看下下周周一的预测高低点。周一的英伟达高点的压力是在 102.98， 低点的支撑是在 98.56， 注意这两个价位。以上就是英伟达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SQQQ。 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 SQQQ 的空间图表，在底下这一个黑色线上，它呢是170天的均线，这个均线在最近对于 SQQQ 是产生了不断的支撑，前面这里出现了1、2，是不是2天的下跌？2天收盘在170之下，而后就止跌了，这是不是无效跌破170？而最近这波大跌也没有出现2天收盘跌破，包括这里收盘都不跌破，是不是170对于 SQQQ 也是有效的支撑啊？
那么在反弹过程当中，为什么表现好像不是很强势？短线买了之后，如果不及时跑，可能获利就容易出现回吐，因为上方有一个压力是 41.20 和 39.99， 这是之前所画过的，前期被连续强势的突破，但是呢也被连续的进行跌破。那么既然跌破了，价位在股价之上，它就是压力，所以这一波反弹遇到这个压力，其实都应该去进行短线的获利兑现。而这一波上涨走到这里，它是一根三阳小顶 K 线，三阳小顶遇到压力，所以在下周我们需要相对的注意了。既然 SQQ 出现三阳小顶，那么纳指是不是有机会在下周产生反弹，亦或者是临近反弹的时间？所以目前的 SQQ 关注两个价格，一个呢是上方的这个区间41.20和 39.99 作为压力区间，它如果能够突破回踩，那么这种过程当中，我们认为纳指则将开始下跌，并且延续下跌，并且很大概率会进行大阳底的破位行为。而如果它产生的不是这个走势，而是冲高回落，那么就注意了170在这附近寻找支撑，为下次美股的做空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当下所看到是 SQQ 的动能 K 线以及 BVD 资金，前期这里出现下穿的 K 线是它，下穿 K 线是不是有机会是低点变盘？但这个低点的支撑呢，其实是有的，没有出现有效跌破，因为跌破时呢都是阳线，但它当前的高点也没有出现有效的突破，所以整体呢多空之间也还是震荡的，所以大家可能在本周才会感觉到不太好操作，因为跌破呢不是有效，突破呢又突破不上去。所以现在这里是低点变盘，但整体还在震荡，多空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我们说，在这种不太容易操作的情况下，你就做震荡行情当中的短线高低点即可。当前下方呢虽然有流入的资金，但是整体离零轴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也可以关注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的这根 K 线，它是为绿灯。那绿灯是不是看涨的？只要后续不是转红灯，那么我们认为整体还是惯性上涨。那么绿灯 K 线出现之后，它的低点和高点是不是作为再一次的衡量？那么现在我们看的就不看前面这一根了，就专门看它了，价位也差不多。这个低点如果被跌破，那么这一个位置更容易呢是高点的形成。而假如它能够以一根实体阳线突破它的高点，那我们就认为了纳斯达克指数下周大概率还不是反弹，容易继续的下跌，而 SQQ 呢能够再次延续向上看上涨。接下来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高低点，它的高点压力是在 39.83， 低点支撑在 38.17， 关注这两个价格是周一最新的预测点。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关于特斯拉、英伟达、SQQ、空间资金动能三个维度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阿哲一就会通过资金和动能这两方面的指标来去观察以下这些个股在短线上的交易层面，它的交易策略。第一只个股我们看到阿斯麦，目前我们所看到是阿斯麦的日线图表，它是处于一个相对长时间的下跌走势，之前是比较弱的。那么看到这里，在图表当中上穿 K 线、动能 K 线是这一根，好，这一根为动能 K 线上穿，那么上穿之后是不是产生突破？好，突破上涨，而后回落，股价没有跌破，所以对于阿斯麦来讲，它是已经突破了前方的上穿 K 线，所以是延续的看涨。而看涨途中的回落没有跌破它的低点，所以阿斯麦整体在短线上是属于一个回踩支撑的过程。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周三和周四的时候，它出现的是一个晕线，而这一个晕线的第二根 K 线是很标准的十日星、类十日星，所以股价走势对于阿斯麦，阿哲认为如果要有反弹机会，那么它有机会是资金选择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明确的买入信号，就是前期变盘的 K 线上这一个价格走势上，如果能够收出一个阳线，把这一个跳空缺口的阴线给吃掉它的高点，那么可以初步的去看涨。而假如这根 K 线同时是绿灯，那么效果会更好。那它会不会是绿灯呢？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高点是 649.275， 低点是 638.545。如果下周一在预测的低点 K 线之上能够出现绿灯仿包，能够把它的高点也突破，那么可以作为一个买点。而这一笔交易的止损可以放在这两根 K 线的下影线区间附近，如果后续出现依旧的下跌跌破，那么就作为止损。
反之，只要这个区间的支撑依旧有效，就继续往上看，至少呢看到大阳线附近或大阳线之上。以上就是对于阿斯麦的一个分析。阿哲呢是更加认为它容易出现低点后的上涨，但大家注意了，您的仓位分配、您的交易的积极性，应该根据前期阿哲第一部分指数的分析来进行一个映照。如果指数环境并不好，那么这个位置阿斯麦哪怕能够出现上涨，它也最多是反弹，很难看到太高的空间。而如果指数能够产生我们要的反弹行情，那么阿斯麦才更容易持续的延续反弹，直到指数见到高点。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博通，为什么阿哲认为博通有机会能够上涨？这里有一个反向的 K 线，这根 K 线它其实是一个很难得一见的关头阴线，它的开盘价和最高价是相等的，都是 176.25。 那么这种 K 线是一种空方很是强劲、很是强势的 K 线。好，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位置出现之后应该是看空的，所以后续股价博通应该是看跌的，这种看法是没问题的。在空方的行情，在熊市当中出现关头阴线，一般我们就不要买进股票了，一般就不要随便的去保留手中的多头，应该尽可能的离场。同时它还是一根负阴线，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讲到的乌云盖顶，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好、空方比较利好的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它能够上涨呢？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它是否会出现该跌不跌反看涨的形态。当 K 线出现的是股价的极度的空头，但如果接下来的 K 线它不是大跌 K 线，它是止跌的 K 线，那么往往会出现该跌不跌反看涨。那么我们要等待的一个买进信号是什么？这里阿哲呢讲两个，第一种就是最强势的，直接在未来的某一根 K 线上出现反包能够突破这个关头阴线的最高点，那么直接能够看涨。另外一种呢是相对温和的，就是在下周周一时出现了止跌的阳线，或者说止跌的 K 线是小 K 线，而这根 K 线呢后续再被一根 K 线给收盘突破，也能够认为是一种看涨的信号，也就是说把它当作负阴线之后的 X 来处理。如果没有出现这两种买点，那么博通就有可能真的是我们关头阴线后的再次的看跌。所以大家注意了，不要只看阿哲的标题，一定要认真的看一下阿哲所说的策略。在这种关头阴之后，本来就应该是看跌的，本来就是看空的。我们要去看的是它会不会出现该跌不跌反上涨。目前的博通也是在大阳线的中轴线附近。我们也看到前面的一些个股，比如说英伟达，它不是在大阳中轴，而是在大阳底了。如果有些个股在指数还没到大阳底的时候，它提前到了，说明资金流出是比平均水平厉害的。而关于这种个股在后续反弹时，其实作为做多的对象是不太好的。我们最好能够找到下跌时比指数跌得少的，比如说 MSTR 等等那种个股，那种呢在后续指数反弹时才更有机会。像博通就属于同市股，跟指数一样，在大阳中轴附近寻找支撑。我们看到底下的流出其实离这个零轴是有点偏远，所以也可以看出像特斯拉和英伟达都是靠近零轴，而博通是还没有靠近零轴，还有一段距离。它这种也说明流出的一个力度是比特斯拉等个股要轻的。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动能 K 线上，如果周一能够是绿灯，其实也算是一种该跌不跌。周一的预测高点，它的压力是在 173.62， 它的低点支撑是在 167.286， 关注这两个价格。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苹果，苹果的整体走势也是比较强势的一类，因为它不止呢没有跌到大阳底，它连大阳中轴呢其实都没有进行回撤，所以苹果上的资金其实也是比较强势的。我们看到这一个流出，它只流出了2天，离这个零轴也是比较远。我们看到这一天的上穿 K 线是不是高开低走？这一天假阴线，股价呢目前是一个假阴后的破位回落，但是更像是一个回调动作。苹果在周四的时候是一个10日星，也是一个类包线，整体走势还更加的标准。所以关注苹果的下一根 K 线，如果下一根 K 线就能够是一根强势的阳线，10日星运线后强阳，那么依旧能够认为回调结束看涨。苹果也算是在本次的回调当中比指数调整幅度低、流出的时间更短一些的强势个股。但对于这种个股呢，更多的还是最好找指数止跌时它的一个买入信号。我们看到在周一时的预测高低点，高点的预测压力是 200.113， 低点支撑是 195.7。10日星后如果能出现绿灯，那么效果将更好。
下一只标的是 Meta。Meta 的整体股价走势，我们前期有讲过，就是这根 K 线是一个负阴线，是不是跟目前的博通是一样的？但是它提前好多天出现，所以博通呢在 K 线上来看，你就会发现它比 Meta 要更加的理性一点，它的资金呢至少没有恐慌性的出逃。而像 Meta 是不是提前几天就出现了负阴线？而负阴线后的 K 线它不是止跌，它继续延续下跌，所以股价的走势整体是没有出现止跌，没有出现该跌不跌的。那么有些同学在 Meta 出现负阴线时呢，就有去做空了，是不是最近也能够赚到一点钱？而你看到这一个红灯底下是一个下穿 K 线，它提前下穿之后呢，还多走了一天，所以 Meta 整体的流出是流得比较狠的，比很多个股呢提前下跌。Meta 属于当前的相对技术面上的弱势股。那么弱势股后续哪怕能够上涨看涨，是不是你哪怕做多也相对仓位要小一点，或者说找其他更强势的个股去看？但我们知道，如果你做空到了这里，它这里容易反弹，因为它是一个大阳的底部出现了支撑，而后有一个下穿的变盘点。那么这一天的低点和高点作为判定，如果这里再次收阴线跌破，则是空方加仓点，说明低点没支撑，低点没变盘，那么这里将延续下跌。而如果价格走势多头关注到有收阳突破它的高点，并且越快越好，那么说明这里能够去看一波反弹的产生。反弹的第一个目标位就是大阳的中轴线附近。我们再看到动能 K 线是否会产生绿灯呢？在周一预测高点是 504.39， 低点的支撑是 495.103 这两个价格。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MSTR 整体就很强势了，因为它没有怎么回踩大阳的中轴，它整体的后续股价是不是还在大阳的高点之上啊？所以这种个股在目前的指数环境下是比较强势的。但我们也说过，指数如果处于回落的预期，处于熊市行情，那么哪怕很强势，你做多也要小心，或者说不去看。除非呢，在指数下周能产生一些回调的低点，并没有跌破大阳底，或者说有启动阳线时，你再去看一些强势反弹的个股。我们关注一下 BVD 的上穿 K 线是这一根，也就是说它容易是下跌反弹的高点变盘，而这一天的高点其实被突破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当突破的 K 线不强势，所以这里呢要注意，它也有可能是一个震荡，除非下一根 K 线还是一根阳线，并且实体大部分站上。那我们说，如果指数确实有止跌现象，那么这种个股是不是能够作为反弹的一个前排去看，也算是一种资金本身就强势的表现。但如果指数没有产生止跌，而你盲目去买进这种个股，在指数的带动之下，它就容易产生补跌。所以我们说，任何的个股交易最好能够建立在指数环境良好的方向上去做，顺指数的方向，那么个股才更好操作。而在 MSTR 的运作当中，除了前面这两根 K 线是绿灯，后续都是惯性的上涨，力度能不能够再次延续？如果这里能产生多一根绿灯，是不是在价格上也表明资金是强势的？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高低点，高点的压力是 325.6， 低点支撑是 311.6， 注意这两个价格，如果跌破 311.6 就说明是红灯，连续上涨而后滞涨之后出现红灯，就相对要小心一些。下一只个股标的是 PLTR 股价的走势，阿哲是不是提醒过风险？为什么风险？因为价格上涨是不是反弹力度比较强，它算是最近反弹当中已经很强势的个股了，不比 MSTR 差，是不是股价整体走势也是在大阳的高点之上，而且它还把左边的高点给挑掉了，所以 PLTR 是很强势的，甚至呢比 MSTR 还要强。当它在股价的后续滞涨当中呢，出现了一个绿灯之后的红灯，那么这一个动作就相当于告诉我们，昨天的这根强势阳线，它其实更加有可能是一个资金的诱多行为。那么出现这种动作之后，前方上涨到此为止，多头就应该先进行落袋为安，获利兑现，场外观望。那么看一下这个红灯后续它的一个下跌力度，再去观察。除非这里再出现一个绿灯，我们再去进场，亦或者是在出现这种晕线结构之下，出现再次的突破，你才认为能够再次的延续看涨。否则还处于绿灯后的红灯格局，就依旧要小心。那么接下来资金上其实离得还比较远，它的资金流出也是比较慢的，也算比较强势的。所以我们在看到周一的时候，如果能够有绿灯就更好了。周一的高点预测在 95.865， 低点预测呢是在 93.025， 关注这两个价位。
如果突破 95.865， 那么就是绿灯，那么认为可以再次的延续看涨。下一只标的，我们再看到谷歌，谷歌的走势就弱一些，因为它已经出现了连续的2根绿灯。你要知道，指数都没有连续2根绿灯，说明在这一个高位出现之后，资金的流出力度比平均水平是要强的。虽然它这一波上涨之后的回落，它的一个流出资金还没有下穿领走，但我们看到上穿 K 线其实也没有被有效的突破，所以谷歌整体可以看看震荡，因为股价的走势是不是走到这里也没有去跌破。像这一天是连续的流进之后的流出，它的低点呢被跌破了。所以像这里呢，我们可以认为谷歌整体的走势肯定是不如 MSTR 和 PLTR 等等个股的，算是比英伟达强一点点，但强的有限。所以如果后续股价反弹可以去看，但是整体来讲应该是比博通还要稍微低一些的层次。我们关注一下在周一的时候是否能够产生绿灯，高点的压力在 155.215， 低点的支撑是 149.045。 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SMCI 在价格走出了皮尔 TR 的那种格局，是不是绿灯后的红灯？说明这一天是反弹高点。那么反弹高点产生之后，价格往下去看，是不是跌了一周？指数虽然是高开低走，而整体像 SMCI 呢是早就在之前就见到高点，而后下跌，它也是2个绿灯，所以整体呢是偏弱。偏弱的个股，哪怕后面反弹，也就正常看待，或者说呢观察而已。价格这一波下跌，是不是离我们的零轴已经比较近了？前面这一天上穿见到高点，目前如果再往下跌一跌，是不是容易下穿见到低点？特别是目前还在震荡的格局，多空都不强的情况下，上穿高点下穿低点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 SMCI 如果下周也出现下跌，那是不是就出现了低点变盘？那根 K 线它就是关键 K 线。我们再看到周一的 K 线，它的预测高低点，高点的压力是在 31.878， 低点的支撑在 30.068。 接下来我们看到亚马逊整体的股价是不是也在大阳的低点附近？我们说在大阳底的股票，它是不是目前在指数上来看就偏弱一点？而在亚马逊这里呢，它的流出资金是流的比较多的，所以在上周周四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出现下穿了？所以在本周周四的时候它已经出现下穿 K 线就是低点变盘，再加上大阳的底这里有支撑，所以支撑上有低点变盘，是不是更容易出现上涨？如果要确认，就是一根阳线把它给突破，那就确认低点变盘有效，就向上能够看一波反弹。我们再看到周一的预测高低点，周一的高点预测 174.41， 低点的支撑呢是 170.2。 最后我们再看到台积电的整体股价的运作是不是也在大阳的中轴附近出现了止跌，而后出现了高开低走？这是因为财报原因，但是整体的市场处于下跌，所以它呢并没有出现太多的资金的一个异动，只是在开盘时吸引了部分资金，但整体呢是经不住回落的。但从技术面上来看，它呢是比较强势，至少整体在大阳的中轴之上，而资金流出呢只流出1天，第2天就回来了。所以在整体的股价走势来讲，台积电也是比较强势的，也就比 MSTR 和 PLTR 这种前期强势反弹的个股弱那么一些些。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一天高开低走时，它是一根上涨 K 线，所以它也是绝次假阴线。绝次假阴则看实体上沿和实体下沿，如果实体上沿能够被很快的再吃掉，那么说明这一波股价的走势还没结束，还能延续看反弹。而如果下一根 K 线它的收盘价是跌破绝次假阴的实体下沿，那么就小心这里呢容易还有下跌。我们看到上穿 K 线是这一天，这一根 K 线当前没有被有效的跌破，这里呢是10日线跌破不算，这里呢跌破了，但是它是一个实体没有过半的跌破，所以也不是很强势，同时它也是上涨 K 线，所以当前的台积电还是有希望能够延续上涨，看到周一是否能够产生绿灯。高点的压力在 157.647， 低点的支撑 151.593， 观察这2个价位。以上就是4月19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观点。美股下周大概率反弹，空头在获利之后记得及时获利兑现，分批离场，在反弹过后再寻找更加好的绝佳入场时机。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